三顾茅庐的北方版。司马懿他是河内司马氏，所以当时曹操主动将他纳入帐下。据说司马懿一开始还看不太起曹操，拒绝被征召。曹操告诉司马懿，如果你再不接受我的征召，我要将你逮捕。司马懿才勉为其难到曹操的帐下服，说司马懿有狼顾之相，并不给予他重用。建安24年，关羽北伐，司马懿开始展露出他的军事才能，这一点让曹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曹丕就不一样了，毕竟司马懿帮他夺位有功嘛，所以曹丕一即位，马上药神就出现了。诸葛亮对决司马懿，诸葛亮还送了一套女装给司马懿，你不敢来跟我打，跟妇人一样。司马懿看了之后也是笑笑而已，还问楚汉的使者丞相怎样，楚汉使者说丞相日理万机。当时司马懿立刻就判断，诸葛亮这么劳累，恐怕也活不了多久。这就是司马懿的另外一个长处，他活得够久。到了曹芳即位，这个60几岁的老人哦，进退有度，懂得吃服两字，非常厉害哦。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欢迎收看今天的互来座谈，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修。我们今天要来聊我们的历史讲堂大任诗人系列。最近呢，我们正在把开国皇帝整理。那有一个开国皇帝，大概是中国历朝历代里面呢大一统王朝最被少看到的哪一个朝代？就是晋朝啊。晋朝的前身是三国时代，三国时代大概是中国分裂时代最被高度关注。而晋朝的开国君主晋武帝司马炎，知道的人可能不见得多，但他的祖父晋宣帝或者晋高祖司马懿就为人所知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晋朝呢，它是一个篡位得天下的一个朝代啊，而且呢，司马炎说作为晋朝开国君主，但是他的位置要从司马懿开始，也就是历经3代4人才真正成功的把晋朝给创立，并且呢，在之后统一天下。所以呢，这一次我们的开国皇帝系列，我们来一点特别的也就是说，我们不单单只讲晋武帝司马懿这个开国皇帝，而是要上溯到他的祖父司马懿开始讲起我们预计花个几期的时间，好好聊一下这个非常特别的开国时代。那很特别的开国时代呢，其实也给中国之后一些王朝呢做了一个延续也就是说，从曹丕篡汉开始到了晋朝篡位之后，中国到了唐朝，甚至到了宋朝几乎都是靠篡位这个方式呢来改易朝代尽管它中间当然要花很多武力的统一的时间所以我们就来聊一个这个特别的，尤其由从大家非常熟悉的诸葛亮的一生之敌司马懿开始来讲起那当然讲到历史，我们来找谁呢？我们来欢迎王立本老师，小好。好，学弟好，还有全世界的观众大家好。是，这样我们今天要来做一个新的试验对，过去我们谈开国皇帝就只看开国皇帝本人那自从我们在刘邦的系列请大家看前几讲花了好几讲的时间细细的把故事讲完之后，我发现大家蛮喜欢的。所以晋朝的建立呢，我们就要来花一点点时间好好来聊一下这个晋朝的司马家到底为什么要花到3代4人才有办法把整个天下拿下来那当然所有故事细说从头啦，我们就从司马懿的故事开始司马懿据说他出身一个名门望族而且他祖先可以上溯到非常非常的前面这样司马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出身背景呢？好，司马懿这也是可以说整个三国时代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因为最后就是他们这个家族结束了大分裂时代，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司马懿一般我们现在看到的记录就是说他是所谓的河内郡温县人，也就是历史上所谓的河内司马氏那河内司马氏是从哪里来的？这就要上溯到相当久远的历史。我们看到今天关于司马家的各种的记载司马家其实他们家的老祖宗其实是来自战国时代的赵国据说他们家4代为将，可以说在赵国就有相当程度的地位了，出了很多位很重要的将领。大概到了战国末年之后，他们家其实基本上就是住在河内郡这里其实司马家族后来到了汉朝之后，其实出了不少名人，比如说我们知道很有名的就是太史公司马迁还有他的父亲司马谈本人都是出自于这个家族，所以司马家大概从西汉之后基本上可以算是一个氏族家庭在朝中为官，而且都有相当程度的地位另外就是我们知道到了明朝末年的时候，因为天下大乱，有一个很重要的诸侯，就是所谓项羽当初所封的18路诸侯之一的殷王司马养就是封在河内这个地方，就建立他的首都，就是历史上的殷国司马养据说是被项羽所杀，不过他们家的子孙后来就一直住在河内郡这里，然后不断的繁衍下去，就形成我们刚刚讲太史公司马迁
啊等人，也都是出自于这个家族哈。但是这个家族大概到了东汉之后，他就更形重要，因为出了好几位非常重要的人，比如在东汉中叶之后，汉安帝的时候，有一位司马均，据说就是司马懿的高祖父啊。司马均当时就在汉朝里面担任征西将军啊。另外就是司马均的儿子司马良啊，当时担任过豫章太守，豫章据说就是今天的南昌。他的祖父司马眷啊，担任过颍川太守。各位请注意哦，颍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我们知道东汉的开国集团就是所谓的南阳颍川集团。后来等到曹操在许昌建立政治中心之后，我们知道许昌就是在颍川郡啊。所以颍川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当时整个东汉时期啊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重心，几乎仅次于南阳，我们可以这样讲。再来就是到了司马懿他的祖父，他祖父叫司马防啊，司马防的地位就更高，他担任过京兆尹，相当于今天首都市市长，对不对啊？但是我告诉各位，古时候京兆尹是不小的，因为他不是光管行政而已，他还可以管京师附近的军队。各位你可以看他这几代的祖先，从他的高祖父开始，一直到他父亲这一代为止，他们家的官位是不断的在向上爬。这也代表一件事，我们知道从东汉中晚期之后，因为当时士族、宦官、外戚这三者之间的斗争，所以当时的朝政并不安定。可是在这样的一个激烈动荡的一个时代里面，司马家的地位竟然不断的向上攀升，可见在每一次的政治动荡中，他们家大部分都是家对边，可以这样讲。到了司马防，司马防有8个儿子啊，据说司马家在这个时候非常重视他们家的教育，他们家8个儿子都培养得不错，不是一时之名士，就是在朝廷中担任很重要的位置啊。他们家这8个儿子里面，每一个字里面都有一个达字嘛，所以当时被世人称呼为司马八达哈。当时在世人当中的评价都相当的好。据说当时尚书崔琰啊，跟八达中的大哥啊司马朗的交情非常好啊。据说崔琰曾经告诉司马懿的大哥说：“你们家这8兄弟里面，在我看就是你的这个二弟最为聪明贤达，而且英明果断啊。他认为说你这个二弟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啊，你们这几个兄弟可能每个人都不如他哦。”的确是这样哦。我们知道2000年就前一年，曹操在官渡取得大胜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曹操在北方的力量已经非常强大了可以说几乎已经要统一北方了就在2001年这一年，经过汉朝的举孝廉制度当时的司马懿就被河内郡推举他到朝廷为官当时曹操已经是曹丞相了，我们大家都晓得。曹操很快就听到了司马家的名声，所以曹操立刻就想要把他征召到自己的帐下。一开始的时候，曹操想用他这边先稍微讲一下。我们知道魏晋南北朝时代，尤其是曹操，因为曹操本身的出身并不算好，所以当时曹操为了要安定北方的政权，除了用他身旁那一群跟他一起打天下的5人集团中那一群将领之外，宗亲很多，对，他也必须要拉拢北方像颍川、像河内这一带的士族来跟他合作，他才有足够的政治基础来巩固他在东汉的统治所以当时曹操本来想主动将他纳入帐下的，据说司马懿一开始还看不太起曹操认为曹操的出身还不够好。其实我们知道曹操也是官宦家庭啦，只是他们家并不是像这些士族家庭那么显赫，所以一开始的司马懿还以自己身体有病为理由拒绝被征召后来还是曹操征召了他好几次甚至于有记载说曹操告诉司马懿，如果你再不接受我的征召，我要将你逮捕了司马懿才勉为其难到曹操的帐下服。不过我们看这个史料，我个人是不排除一件事，司马懿是故作姿态等于是三顾茅庐的北方版，对不对你看，我不是很想帮你这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做事，保持一个士族的令名嘛，对不对不过蛮成功的，因为最后他还真的就让曹操屈服在他这之下这算是司马懿入仕的开始。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时间是2001年之后嘛，也就是曹操准备要进军到南方去夺取天下的时候。我真补充一下，曹操一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时候，他担任的是司空这个职位其实司空在东汉的官制里面，他虽然是位列3公之一，但他其实管的是器械相关的但是因为曹操的权力特别大所以我在猜啦，那时候司马懿觉得这家伙不过就司空而已，还不够大当然这是我们自己人的推测，也是有可能对，那到了第2次征召的时候，曹操已经真正的位列曹丞相了那地位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嘛，而且基本上大家也看出来，汉朝
就是在倒数计时了。但是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啊，曹操征辟他准备入仕哦，可是曹操似乎又没有很认真的用司马懿，学长。对，曹操跟士族之间的关系其实非常微妙，我们可以说是既合作又斗争哦。曹操一般我们今天研究三国到魏晋这段历史的人，基本上都有一个共识，说曹操本质上很不喜欢士族，所以曹操早年的时候他用的士族，后来等到他在北方的地位已经稳固之后，大部分跟曹操都不欢而散。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谁？就是荀彧。荀彧最后可以说是抑郁而终了，被曹操逼死了。对，没错啊，因为荀彧当时可以说颍川士族的一个代表啊。司马家也一样，曹操他征召司马家到他的帐下之后，但是一开始并不给予他重用。过去有一个说法，其实也是《晋书》上面有说过，曹操跟别人说司马懿有狼顾之相啊。什么是狼顾之相？各位知道吗？这个讲起来还有点恐怖，就是身体不转，别人在背后如果叫他，他可以头转过去，身体不动，只有脖子可以转过去。这个在面相里面叫做狼顾之相，就跟狗一样嘛，脖子可以转到一个很后面的角度啊。曹操说，每次看到司马懿就觉得心里很不舒服，所以把他征召到帐下，但没有给予他一个很重要的官职。不过在我看，这是个借口啦，其实真正的原因还是在于他跟司马懿之间因为出身的关系，可以说是格格不入啦，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原因。不过我们知道，真正有才华的人不会被埋没嘛，是不是？这个天下还没有平定之前，司马懿迟早还是有机会可以发挥他的能力的，这应该是没有问题。是，那事实上曹操征用了司马懿，没有给他重用，但是呢，这么年轻的司马懿他已经开始懂事了，懂什么事呢？我们刚才不是讲到有所谓司马八达嘛，那司马八达里面呢，他跟谁的成就比较高？主要是跟他三弟啊，司马孚啊，当时后来司马孚也出来当官了啊。当然他大哥已经当官当很久，只是他大哥后来也比较早逝啊，因为他大哥年纪大他不少啊。那司马懿跟司马孚呢，他们兄弟感情非常好啊，各司其职啊。司马懿呢负责去接近曹丕，为什么要接近曹丕呢？因为曹操这时候年纪已经大了啊，那封了魏王啊，准备要夺天下，但曹操因为像荀彧这一些士族啊反对嘛，那荀彧甚至以死相抗嘛，所以曹操等于说被反对的很抑郁啊，他知道可能要靠他儿子才有办法。那好，儿子总要选一个继承。那我们知道曹操早年其实他是有一个儿子，他是非常看重的，但是因为当时张绣叛乱嘛，这个也是曹操好人妻之典故的由来。因为张绣的叔母听说长得很漂亮，结果一通反杀之后呢，把当时曹操的爱子啊，是很有名的曹昂，包括一个子曹安民，还有呢三国武将里面很有名，好，如果你玩三国，也常常用到典韦晋升护卫，其实他很早就战死了，所以导致曹操长期以来没有继承者，而且曹操忙着打天下。但曹操确实一直在生小孩，他小孩很多，但比较年长的有2个最重要。曹丕呢是在政治方面比较有长才啊，在这个时候已经是实质上的长子了，因为没有比他还长的。一个呢就是属于七步成诗的曹植啊，那问题就在于说，那曹操要封谁？这时候司马家就展示出他的智慧了，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协议好，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记录了啊。但是从后世来看，目前很多学者渐渐认为司马家是有意押宝啊，司马懿2哥负责曹丕，3哥负责呢曹植，两边斗争啊。那这个斗争呢，其实最终啊，曹操呢选了曹丕嘛，那厉害了，司马孚马上秒跳槽，很快呢就离开了曹植啊，也来到了曹丕帐下啊。不过整体来讲，我们必须说啊，在曹操时代呢，司马懿是没有受到重用的，但曹丕就不一样了，毕竟司马懿帮他夺位有功嘛，所以曹丕一即位马上要升哦。当然，在曹丕即位之前事实上司马懿的官职也在逐步的上升那我们要知道，因为东汉末的时候，毕竟是丞相说的算，所以实质上在丞相府任职是绝对比你在朝廷中任职更重要。那司马懿靠着他非常有才华他做什么事情都非常清楚。这时候已经做到丞相军司马了，基本上是首席参谋位置那曹操晚年最大的考验这时候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南边的2个国家打起来了，孙权跟刘备呢准备要干起来了。因为关羽北伐这里有个很精彩的故事是不是请学长跟我们分享一下？好，我们稍微讲一下了。到了曹操晚年的时候，因为他早年的时候跟着他一起打天下那一群老的武将，像夏侯惇啊、夏侯渊啊，还有所谓的五子良将这些，大部分都已经老成凋谢了所以到了曹操晚年之后，他就要想说，那未来哪些人还可以用？曹操他基本上就是提拔了2种人，第一种就是他的曹氏宗亲里面有才干的，慢慢把他们栽培起来。早年就是曹洪、曹仁，到了后来开始提拔曹真、曹休作为未来辅佐他的儿子们的主要的一个集团。第二个就是曹操开始必须要进一步的跟士族进行一些合作
像陈群、钟繇啦另外就是我们现在要讲到的司马懿，他们都是当时北方的氏族集团里面很重要的这些人这些人后来到了曹丕时代，曹氏宗亲跟氏族集团之间的竞争，就成为整个曹魏后面30年历史政治上主要的大事那司马懿开始展露出他的军事才能，尤其是他的战略眼光。请注意各位，司马懿他的带兵打仗战术作为非常的杰出，但是我觉得他最厉害一点是他的战略眼光。他的战略眼光总是能够非常正确的研判整个大局势，进而做出决策请记住这一点这一点就是他后来胜过诸葛亮很重要的一个特征我们知道在建安24年、219年的时候，当时的司马懿担任丞相军司马他就告诉曹操一件很重要的事，他认为荆州方面的防务并不稳固，而且不久之后必出大事。他似乎已经看到蜀吴两国的反目已经迫在眉睫了当时他就告诉曹操，驻守在荆州的刺史胡修跟南乡太守傅方这2个人不但没有能力，而且非常的骄傲，也不得军心，必然出事。后来没有多久，关羽果然就向荆襄地区发动了历史上关羽北伐嘛。各位，曹操这时候他在汉中还要对付刘备的大军，然后关羽趁这个时候从荆州这里北伐。各位，这就是在执行孔明的隆中对嘛，对不对？我告诉各位，在赤壁之战结束之后，这10几年是曹操最艰苦的时期对，他在整个战略上是陷于被动，那主动权是掌握在刘备集团的手上。当关羽的部队开始北伐的时候，果然一开始的时候，于禁等人频频被关羽击败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战况对曹魏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关羽很快就攻陷了樊城。攻陷了樊城之后，对曹操来讲就很紧急了，因为我们知道曹操当时的政治中心在许昌，汉献帝也还在许昌。各位，攻下了樊城，距离许昌就没有很远了，只有200-300公里，而且一马平川各位是无险可守的所以当时曹操甚至一度考虑把首都迁到河北去就黄河以南，曹操已经没有把握再守住了各位，如果这时候东西两线曹操同时失败的话，我告诉各位，隆中对是有可能成功的。是，所以当时曹操一度相当的紧张。后来我们知道于禁兵败被俘嘛，几乎是宣告了整个汉水以南的战局，曹操已经输掉了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司马懿倒是非常的气定神闲他告诉曹操，关羽实际上他背后都不稳定。哇，这个非常厉害，你不用太担心关羽。关羽最多就是打到汉水以南，就到此为止了他当时就研判，只要我们能够沉得住气，不要自乱阵脚，他认为孙权从背后进攻关羽的时间很快就会到来了当时他这一讲，其实曹操听了之后是半信半疑啦其他曹魏的文臣武将大部分都不是那么样的同意，就认为说孙刘不是铁盟吗？还结为姻亲了，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反目了？果然没有多久吕蒙就从关羽的背后发动了猛烈进攻，就让关羽整个攻势不但顿挫而且让关羽腹背受敌。后来关羽就在荆州这边吃了严重的败仗，这个后来我们就晓得关羽兵败，被吕蒙擒获，然后被孙权杀掉了。所以这一次的关羽的北伐不但没有能够一举打到许昌，甚至连辛辛苦苦多年以来刘备集团所开辟出来的荆州都被孙权给拿去了可以说是损失惨重。有人计算过了，整个关羽北伐的军队大概5万多人全军覆没，而且全是荆州时代的老兵各位，擅长水战。对，没错，而且都是这么多年来历经战阵累积丰富的作战经验的一群，这个对刘备集团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损失后来也造成刘备停止了北伐，然后率军东下嘛，对不对这一连串的历史大家都晓得。就整个三国时代的战略天平，就从关羽北伐失败、大意失荆州之后，就产生很大一个变化。而率先看出这个战略局势有可能会改变的人，就是司马懿。这一点让曹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认为司马懿的军事才能，尤其是他的战略眼光，是绝对不可小觑的是到这里其实是司马懿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了。为什么？对，没错。因为在此前他几乎都在做幕僚，但是在这一战你可以看得出来，司马懿是能文能武他可以一眼洞穿整个战场局势，他在千里之外他可以看得出来，当时天下大势，关羽北伐这事情到底有多震撼呢？与威震华夏，这个是《三国志》的原文
所以当时秦于禁斩庞德的时候，对曹操是真想迁都，这没有唬烂啊。历史上是这样写的，没错。所以曹操为什么真的对司马懿真的是刮目相看？不过我们也知道，在关于北伐后不久啊，曹操就驾崩了。对，当然新军就上位了啊。那曹丕一上来的时候呢，作为定策之功，司马懿当然就受到重用啊，他很快就任宰相了。曹丕时代啊，其实魏国所受到的挑战并没有减少，甚至是更多的。为什么？因为呢，蜀国也经历重大的变化嘛。刘备也驾崩了，刘备在夷陵之战之后就一病不起嘛，不久之后驾崩。驾崩之后呢，诸葛亮正式的来主政啊。那托孤呢，这个世纪的经典对决就出现了，诸葛亮对决司马懿啊，像诸葛亮跟司马懿之间的对战的故事又什么样呢？而且这里有个重点司马懿几乎成为曹魏的顶梁柱啊。对，一柱擎天，我们可以这样讲。好，我们讲到曹丕时代曹丕的才能远不如他父亲啊。坦白讲，曹丕是个标准的文人。我们刚刚前面讲曹植的文采过人，曹丕的文采也很棒啊，各位。曹丕的文章诗词都写得非常好，典论嘛。对，典论论文是最有名的其实他的文采不在他弟弟曹植之下了，我们可以这样讲。但是就军事跟政治才能而言，曹丕是远远的不如司马懿那司马懿自从曹操的晚年开始崭露头角之后，他的地位就越来越重要我们知道他就开始担任所谓的方面统帅了，而且还不断的立下了很多重要的战功。其中最重要、最精彩的就是他负责担任抵御蜀汉的任务我们知道诸葛亮他这一生的梦想就是讨贼兴汉嘛。可是各位，这时候的隆中对已经很难实现了，是不是？荆州已经丢掉了，蜀汉遭到重创。不过诸葛亮这个人明知不可为而为嘛，诸葛亮最伟大的就是这一点白帝城托孤之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先讨平了南方的孟获，让整个云南地区安定之后，他就开始回头带领蜀汉的部队开始发动攻击那诸葛亮的战略是以汉中为基地，先拿下陇东，今天甘肃的东部，对整个关中在大的战略上形成一个半包围态势，各路各军齐进一举拿下关中然后传习中原，消灭曹魏，复兴汉室。他本来的想法是这样，可是各位讲起来简单，做起来非常的难。为什么呢？除了我们刚刚讲荆州已经丢掉，当年荆益两州东西夹攻中原的这个战略没有办法实现之外，还有很重要一点是，我们知道你从汉中到关中地区中间要翻过非常多的山脉秦岭，对，整个秦岭山脉横亘在这边，这边的路是非常难走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曹魏本身的军力对蜀汉而言就有压倒性的优势，可以说是基本上不但在战斗力上有差别，而且在地利上，曹魏它本身又是处在一个防守态势上面，所以相对而言会比较占优势不过我可以告诉各位，当诸葛亮北伐的消息传来之后，魏国举国震动，魏国是非常怕诸葛亮的对。一听到诸葛亮率十几万的大军开始北伐，让当时魏国是非常紧张。这个时候曹操时代的老将差不多都没啦，对不对？那新一代的魏国的重要将领，大概能用的就是几个曹氏中心，像曹真、曹休，对不对？曹真也不能说是无能之辈啦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不论是曹真也好，曹休也好，这些人在军事才能跟政治才能上，距离司马懿都差得太远了对，所以当时整个魏国的朝廷里面都非常倚重司马懿，也被认为唯有司马懿才能够作为诸葛亮的对手这完全是没有错。在往后超过10年的时间里面，就是诸葛亮与司马懿在汉中到关中中间秦岭山脉这一带展开一连串的战斗就是历史上所谓的6出祁山嘛，对不对？我们大家都晓得其实是3出祁山有人做过考证，2次在秦岭待敌还有1次是在陇东这里作战，所以总共是6次大规模的作战，这6次的次数没有错了中间的过程当然非常复杂了我们就不一一讲。但基本上各位可以发现一件事在整个战略上居于主动的是蜀汉，曹魏大部分都是采取守势。为什么会这样？简单说就是司马懿所订立的一个战略，叫做坚守不失。司马懿很多次他在朝廷里面，他告诉其他人讲，他认为蜀军远道而来，不利久战，我们只要能够利用我们优势的兵力坚守不出，那诸葛亮自然无功而退而且他好几次都非常有自信的告诉当时的曹魏的曹野，不需要担心诸葛亮，
只要我们不自乱阵脚啊，必然会获胜。我们看诸葛亮跟司马懿他们多年来交战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到一件事，几乎每一次诸葛亮都会占一些便宜。简单说，在战术的指挥上面，诸葛亮的确是4个字：诡计多端，对不对？常常让司马懿吃一些小亏啊。但是各位，司马懿从来没有吃过大的败仗，他从来没有让诸葛亮占到很大的便宜啊。所以整个战略的局势并没有被诸葛亮的几次的小胜所动摇啊，我们可以这样讲。所以在战略上面，司马懿还是胜利的啊。我们举2个例子好了哈，这2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2个对阵的一个基本状况。第一个例子是在诸葛亮第4次北伐，在魏太和5年231年的时候，当时的晋明帝曹睿派遣司马懿进驻长安啊。诸葛亮先是围了岐山哈，然后又招募了当地各地的这些胡族，尤其是羌人哈，开始试图一举拿下整个关中地区啊。就在司马懿当时就预料诸葛亮的部队应该会从岐山而出，然后直扑关中哈，没有想到诸葛亮竟然反其道而行哈。他竟然把一部分的部队用来出岐山发动攻击，他自己却率领主力的部队啊，袭击上邽这个地方啊。上邽是什么？我们知道上邽是从汉中到关中很重要的一个山口，可以说是一个交通要道啊。这件事情是让司马懿一开始没有料到，司马懿只好紧急180度调转他的部队，从西面调转到东面啊，去迎击诸葛亮的主力啊。当时司马懿的2个前锋郭淮跟费耀哈，跟诸葛亮蜀军交战，根据正史记载。一交战的结果就被蜀军打得大败啊！郭淮跟费耀率领残兵一路向后退啊！司马懿只好亲自带领主力跟诸葛亮在上邽这边遭遇了哈。当2军接触到之后，诸葛亮就刻意的向后退啊，引诱司马懿的部队向前追击啊。司马懿一开始追击了一段路之后，他就发现到蜀军可能有诈，所以他的部队到了这边之后，他就不愿意再往前进了哈。就没有想到当时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老将张合，其实张合是一员名将哦。在当时是非常有声望的，他是曹操时代的老将，遗留到今天很少数的一个，而且他很有作战经验。这次张合反而是讥笑司马懿啊，说公畏蜀如虎啊，奈天下笑何啊？你怎么怕蜀军跟怕老虎一样啊？最后据说司马懿也不阻止他，好，你要追你就追吧哈。结果张合的部队就向前猛追，就果然就中了诸葛亮的埋伏，魏军大败哈。张合就在这一战当中中箭阵亡了哈。另外蜀军向前猛烈攻击，这一战一路杀到了司马懿的本营前面了。不过司马懿还算是镇定了哈，他的部队也多，他大概几乎每次他的部队人数都是蜀汉的3倍以上啊。他立刻收拾他的部队啊，重整旗鼓，有条不紊的背对渭水，一步一步向后撤退，没有给蜀汉可乘之机啊，最后成功撤退回去了。其实这就是一次很典型的司马懿跟诸葛亮对战的这样一个情况哦。这是第一次啊。第2次我们要举的例子就是青龙2年啊，234年的时候，诸葛亮的最后一战，所谓的五丈原之战，对不对啊？哎，诸葛亮这一生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这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诸葛亮经过几年的作战啊，他也是一步步向前推进，基本上已经推到了今天渭河的南岸，武功五丈原这个地方。过了五丈原之后，就可以渡过渭水，渡过渭水就进入关中盆地哈。大概也就在这边被当时曹魏的一员大将，也是很受到司马懿重用的郭淮阻挡哈。双方在这边频频发生了好几次重大的战役哈。一开始的时候互有胜负啦，但是司马懿坚持，历史上称他叫做据险坚守，对峙100余日，让蜀军始终无法能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啊！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件事嘛，诸葛亮还送了一套女装给司马懿，说你不敢来跟我打，你跟一个妇人一样。据说司马懿看了之后也只是笑笑而已，而且还派人去问候诸葛亮，说这个丞相辛苦了啊，要保重身体啊。他还问蜀汉的使者丞相怎样，蜀汉使者说丞相每天日理万机，食少事烦，对不对啊？当时司马懿甚至立刻就判断，诸葛亮这么劳累，恐怕也活不了多久。果然被司马懿也算到。我可以告诉各位，这就是司马懿的另外一个长处，他活得够久。不只是他的老对手诸葛亮，他在曹魏内部跟他形成竞争关系的几个对手，也都先他而走哈。最后诸葛亮就在五丈原这边跟司马懿对峙了几个月之后，实在是没有办法突破司马懿的优势，最后就在这里，诸葛亮就将星陨落，结束了他54年的一生哦。当时司马懿知道蜀
蜀汉开始撤退，他就判断诸葛亮可能已经死了，曾经一度派兵来追。不过司马懿追到一半的时候，就发现蜀军是有准备的，就发现蜀军有准备，他就立刻下令停止追击。各位你看他非常的小心，历史上称他4个字叫全军而返。这时候其实对司马懿来讲，他已经获得胜利啦。因为他的老对手诸葛亮已经死掉了，从这2次就会看出他整个对诸葛亮的战略是非常成功的嘛，打赢了这一场防御战。这里有2个可以补充啊，第一个，第4次北伐张合牺牲的时候，有人是说啊，张合一开始是激司马懿，你就不敢出战啊，但后来呢，司马懿追这个一定有埋伏，因为司马懿跟孔明打太多年仗了，他太清楚了，彼此之间很了解。诸葛亮非常会留后手，诸葛亮有一个战争他很厉害的地方是这样，他到底是佯装撤退还是真的撤退，你永远不知道，而且他非常会设伏兵哦，然后善用地形，因为这个地方在三国时代的时候都还是深山老林的地区，所以张合知道说这个可能不能追，因为他作为一个老将的嗅觉，可是他激了司马懿嘛，所以司马懿反击他，你去追哦，所以张合就这样牺牲了。这就形成一个历史上有很多人讨论说，其实司马懿也是一步在除掉张合啊，因为当时关中地叫雍州了哈，那今天甘肃叫凉州嘛，雍凉战区哦，最高统帅要么司马懿，要么张合，好，所以有点在争权的味道。所以你看这个人这心机很重啊，反手就把张合送给了诸葛亮，送头去了。不过这一场确实大败了，好，所以司马懿事实上在声望上也受到一点损害啊。不过架不住为朝中没忍啊，哈，因为曹丕在位时间很短。那另外讲到五丈原之战哦，有一个故事啊，就是最后司马懿要撤的时候呢，其实蜀军哦按照诸葛亮的布局啊，假装他没死，对，有准备的，对，然后竖起了丞相旗啊，所以司马懿追到看到，有准备，第二个丞相旗还在，以为呢他又要徐撤退，所以司马懿很保守退回嘛，这就后来形成一个历史典故，叫做死诸葛下走活仲达。不过持平而论啊，就战争这件事来说，诸葛亮的才能是在司马懿之上的。是的，那就战略来说，因为诸葛亮天生就在劣势嘛。因为本来蜀汉的国力就比较输，我觉得在战略上，诸葛亮不见得是输给司马懿，但是司马懿确实在战略上的排兵布阵，他总是能够洞察到诸葛亮的想法跟心思啊，也就是说在战略上这2个可能不分伯仲，你想什么我就想什么，但问题就是魏国的实力是比较坚强的，那我在战术上打不赢你，防守对嘛，好，那我在战术上打不赢你，我吃点亏没关系，但我不输嘛，我保我不失嘛，所以这个是整个司马懿的一个故事。当然我们就说历史上最会熬的人，熬死了诸葛亮之后，再加上现在的皇帝已经来到了曹丕的儿子曹睿啊，非常年轻啊，当时曹睿要即位的时候其实是托孤大臣哦，对，所以你就可以了解在这个时期司马懿在整个曹魏集团里面他的地位是何等之高啊。对，他有2个重要的地位，首先第一个他是华北士族的代表了，我们知道一方面他功劳非常的高，二方面他的军事跟政治才能，这我们大家都知道，可以说是一柱擎天。在整个曹魏的朝廷里面，从曹丕开始，曹丕是非用他不可，因为曹丕没有太多的文臣武将可以用啦。各位，曹丕在位5年多就死掉了，所以他的儿子曹睿即位只有15岁，年纪还非常的小啊。曹睿当时又面对诸葛亮所带来的强大的军事压力，就非用他不可，所以他是当初曹丕所指定的顾命大臣之一啊。虽然有其他的曹家人也担任顾命大臣，但是因为才能声望也不如他，所以基本上从曹睿时代开始，司马懿的权势跟他的声望就更进一步增加了，因为对蜀汉的战争，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哈。我们这里来讲一个事情啊，到底司马懿对诸葛亮有多胸有成竹啊？当然晋书多多少少会比较站在司马家的立场了哈。那我们这边来看一下，这个是晋书帝纪一啊，宣帝纪，宣帝就是后来司马懿被追封的帝号哈。帝孚啊，孚是谁？就司马孚因为司马孚也很厉害啊，他后来跑到曹丕阵营之后呢，官也是越做越大，基本上都在朝中当官。他跟他哥哥里应外合2个人，这对兄弟就完全垄断了曹魏当时的中枢啊。司马懿负责在外打仗，司马孚负责在朝中坐镇，好，可以这么讲。很重要了。后面我们会提到司马孚比他老哥活得还久啊，他势力7帝啊，这个没几个人做得到啊。当时在打仗，那司马孚呢修书一封啊，问哥哥司马懿啊到底怎么样啊？他坐镇朝中嘛。那司马懿呢回他就说啊，亮志大而不见机啊，多谋而少决啊，好兵而无权啊，虽提足10万啊，以堕无化中啊，破之必矣。哇，讲的真是胸有成竹啊！我赢定了，我根本不怕他。那你看哦，历史上有几个人敢跟诸葛亮这样叫板的哈？诸葛亮志向很远大，
但是呢不够技巧，不会讨贼心汉嘛。对，多谋而少就想了很多，但是那一种独一把的决断能力啊，比较少。但其实这也跟诸葛亮没办法输啊，曹魏输一次就完。对，曹魏可以输100次哦，抵不上你诸葛亮输1次啊，所以诸葛亮每次都得求全身而退嘛啊。那好兵而无权啊，就说啊，诸葛亮呢善套兵士，但是他不能掌控全局啊，因为在朝中还是有一些制衡的存在啊，即便他已经担任托孤宰相啊，那虽提足10万，虽然他有10万大兵啊，但是呢，全部都在我的策划之中啊，一定可以打败他的啊，胸有成竹啊。那你看后面就叙述嘛，与之对垒100余日，会亮并主，这就是讲五丈原之战啊，各位。等到呢诸葛亮过世之后呢，诸将烧营遁走啊，就把营寨烧掉哈，就跑走了啊，直到百姓来告知司马懿啊，他才出兵去追击他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五丈原之战，司马懿胸有成竹一面。那另外呢，让他可以在整个曹魏集团中地位更加巩固的，还有一个征战哦。面对非常足智多谋的诸葛亮，我们可以说司马懿不敢太撒野哈，走得非常保守。但是面对呢次一级的敌人的时候，这就不一样了啊。想来讲一下司马懿功成名就一战啊，东征辽东公孙渊。好，有人说《三国志》只有3国是不对，其实有4国。这个4国指的就是辽东的公孙家族。稍微讲一下，其实公孙家盘踞辽东非常的久哦，各位。从东汉黄巾之乱之后，他们家就盘踞辽东，你看多久了？到这时候，公孙渊时代已经历经3代，超过半个世纪，50-60年了。公孙家曾经一度势力相当大哦，各位。曾经他还渡海攻占过今天山东沿海的几个州郡，所以他是一个跨海政权。有没有发现？另外，在朝鲜的历史上面啊，他甚至于还几度与高句丽作战，一度把他的疆域还扩充到今天的鸭绿江以南，所以在东北是妥妥的一个大国。不过他大国的原因是因为中原政权很长一段时间不太管他了。那到了后来，我们知道曹魏政权主要的敌人就是蜀汉，所以他所有的精锐部队都用来对付蜀汉。那公孙家一开始接受东汉的册封，后来又接受曹魏的册封啊，都有爵位的，所以他就等于是一个变相的割据，就摆在辽东这里啊。不过这个公孙渊也是一样，大陆有句话叫做不做不死，对不对？他竟然把自己给做死了哈。到了公孙渊这一代之后，他就开始非常的不安分了哈。一方面他自立为燕王，就是他不再满足于曹魏对他的册封；二方面他也派人去跟孙权联络，形成一个南北夹击的态势。各位，这个事情到了这里，曹魏就不能不处理了，因为你已经威胁到曹魏的国家安全了嘛。后来我们五丈原卧龙归天，很快曹魏的朝廷就开始讨论，那我们就要赶快把公孙渊解决掉啊。就在景初2年238年的时候，当时的魏明帝曹睿就命令这一年已经59岁的司马懿哦，各位，司马懿这时候年纪已经不小了，率领步兵3万，骑兵1万，总共4万多人啊，前往征讨啊。各位请记住哦，部队没有太多，而且据说这个部队是司马懿要求的，他认为不用带太多，4万多足够了。因为这一次是采取攻势作战，他整个作战的态势跟对蜀汉作战是完全不一样。蜀汉作战讲白了，司马懿是主场作战啊，他是守势嘛。这一次他要长距离远征哈，他认为带太多会造成补给上面的困难哈。这一年的6月，他就带领他的大军进入到辽水，就到达今天辽东半岛附近。当时公孙渊号称能用的部队有10几万，所以对公孙家来讲，他的部队反而是非常多的哈。在开打之前啊，根据记载，司马懿可以说是胜券在握，老神在在啊。他就告诉他的部下们，他说啊，我要是公孙渊，我有3个战略可以用。他的上策就是他派遣他的主力部队在辽河的北岸对抗我的主力，让我的主力过不去。我们知道辽东这边是有很多骑兵的，派遣他的骑兵不断骚扰我的后方，让我进不可进，退不可退啊。那很快我可能就陷入困境，这个仗就不好打。这个对公孙家来讲是上策。中策是什么？就是公孙渊如果聪明的话啊，就把所有辽水南北岸老百姓全部裹挟撤退，集中兵力保住辽东城。简单讲就4个字：坚壁清野啦。对，你退到辽东那边啊，然后逼迫我跟你的主力决战啊，这是中策。下策是什么？这就是他把他的部队列阵在渭水北岸，等着我来跟他决战，这是最笨的。而且他当时很有信心讲，我看公孙渊必然采取下策。果然不出他所料，公孙家认为说，
你这4万多人怎么可能是我的对手？辽东城当时又被称作叫襄平城啊。曹魏的大军过了辽河之后啊，就对襄平发动猛烈的攻击啊，很快就把襄平包围了。辽东的公孙家族部队完全不是对手，一触即溃，死伤惨重。所以公孙渊很快就战败，出城投降。我告诉各位，司马懿从洛阳出发到消灭辽东的公孙渊，总共只花了不到200天。就把整个公孙渊政权全部消灭啊！而且消灭之后，还把襄平里面所有15岁以上的男子7000多人，以及这个政权里面官员、将军等级的2000多人全部杀掉，把他们的骷髅头排成了所谓的金冠，用来镇压辽东地区的百姓，就让辽东这边的人从此之后再也不敢造反。我们可以说，司马懿在征辽东这里展现了他的料事如神的一面，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从此也让辽东重新回到中国领土的怀抱之中啊！而且一直到西晋之后，基本上辽东就没有再出过什么事了。这当时晋书称叫做男子15以上7000余人皆杀之啊，以为金冠啊。魏公卿以下，就是说公孙渊封的这些公卿啊，皆伏诛啊。陆骑将军啊，毕胜等2000余人啊，可以说是血流成河啊。当然，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战争的性质里面，你可以看得出司马懿的性格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啊。其实我可以做总结啦，志大全才哦，他能文能武啊。曹操时代他专门在做内政，出谋划策为主啊。但是到了曹丕、曹睿时代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统一方之君啊。对上的对手像是诸葛亮这种都是顶级的对手，对，没错，意志很坚定啊。不管诸葛亮怎么羞辱他，只有笑笑而已，他完全没有生气。那另外呢，但他也是心狠手辣，敢作敢为啊，所以他才会说诸葛亮多谋少决嘛。最后我们来讲一下司马懿跟历代曹家的主君之间的一个关系啊。曹操呢用之，但是压之；曹丕呢是重用他而且一路的把他的官职往上提。那到了曹睿啊，他已经是出将入相，声望巨大。曹中还有一个，也是因为他哥哥，再加上他本身能力很出众的司马孚啊，在协助。所以说真的，在曹睿朝，几乎司马家是权倾半天下。当时所有的士族都拥护他们家，是已经到这种地步。但是这里有个状况是什么呢？曹睿本身哦，虽然他很年轻即位哦，是一个非常强悍的君主，所以政治欲望没错。对，司马懿在他面前还是不敢造次，尽管是所谓的老成少君啊。那这里有一个关键节点啊，曹睿快病逝的时候啊，他很年轻哦，30出头就重病哦。那他的儿子当然很小，他儿子叫曹芳啊，太子也即将即位啊。曹睿只好呢又来一次托孤啊，就像他爸爸曹丕当时一样。可是托孤的对象呢，他爸爸托给司马懿，他还是得托给司马懿啊。所以说活得久可以熬死人，这不是开玩笑。对，没错，司马懿是很少见2代托孤，在历史上。但是曹睿有一个他精心布局的地方是，他善用从曹操后期以来所形成的这些宗亲哦。但是必须说，曹家的人才还有夏侯家哦，逐步强者凋零当中啊。那可能也许就跟曹睿一样，很年轻就过世。这个时候啊，在曹魏当中的宗亲里面，最有大权的接班的其实是曹爽啊。那曹爽跟曹睿关系非常非常紧密啊，所以曹爽自然就接位。曹爽就是曹真的儿子哦，他在曹中的声望虽然不高，但是他在宗亲当中是相当有地位的。人亲土亲比不过皇族自己亲嘛，好，所以曹睿这个安排啊，导致了一个状况，就是在曹芳朝的初期呢，曹爽的权力是完全压过司马懿的。那没错。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像曹爽其实控制了朝政，反而司马懿呢称病不上朝而低调度日啊。对，没错。简单说吧，曹操晚年的时候提拔曹真，曹爽又是曹真的儿子，而且据说曹爽跟曹睿是一起长大的，对，2个人一起读书，一起睡觉，从小玩在一起，可以说跟亲兄弟一样啦。其实曹丕跟曹睿这2代曹家的君主，也都想要刻意拉拔曹家人啊。从曹操的晚年到曹丕时代，也重用一些士族，这些人都是河南很重要的颍川士族哦。那曹家要用他们，但是他们也必须要提拔一批姓曹的人来哦，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士族跟曹家实际上是貌合神离，因为我们知道曹家得位不正嘛。所以朝廷里面这种离心离德的状况，始终是曹魏没有办法去克服的一个弱点。而且尤其致命的是什么？就是曹家的男人都很短命啊，各位。曹丕40岁就挂了，他的儿子更棒，32、3岁吧就挂了啊。2个都这么早就挂掉了。曹丕跟曹睿也不能说是无能啊，尤其是曹睿。曹睿展现出他很有手腕的一面啊。他压制司马懿其实还算是成功，对，他用司马懿，但是不让司马懿独大。
可是曹睿身体不好啊，所以到了曹睿他快死的时候，他就进行他的安排，他就希望继续维持曹氏宗亲跟氏族共治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啊，尤其是司马懿。后来曹芳即位了啊，据说曹睿在临死之前还特别把司马懿叫到面前来，指责曹芳，跟司马懿讲：“这是我拜托你了。”还叫曹芳去抱司马懿的脖子。各位，你看多感人，对不对？据说司马懿痛哭流涕，我绝对不会对不起曹家啊，我绝对为曹家尽忠到底啊。但4个字，形势比人强嘛，对啊。所以到了曹芳即位，到曹爽时代的时候，司马懿他也知道啊，曹家人可能会容不下他，所以司马懿在曹芳刚即位的初期，还刻意收敛他的锋芒，甚至几度称病不出。曹爽还派人到他家去看过他啊，司马懿连喝稀饭的时候，那个稀饭都会从嘴巴里面漏出来。他说他已经老，这时候他已经60好几了，各位，古代60几岁年纪很大了，对，等于现在80、90岁这样的地步啊。所以曹爽慢慢也就放松了对司马懿的戒备，但实际上这只老狐狸是另有盘算的啊，他只是在等待一个适当的时机出现而已。其实我们可以这么讲哈，其实，在曹爽辅政的初期啊，可以说是司马懿人生中的至暗时刻啊，因为打从司马懿崛起啊，虽然不能说是一帆风顺吧，但总是能够不断的向下进阶。曹爽当时是几度动了杀心啊，就是要针对司马懿，因为事实上当时士族很多都已经投向了司马家，因为司马懿在这个时代，他的攻击已经是无人可抵，再加上他随着时间的积累啊，他是越来越有声望啊，所以如果要稳住曹家，势必要有一场政治清洗的动作。但是就像刚才徐阳所说的哦，曹爽呢，毕竟哦政治经验历练不够啊，所以他并没有一开始就下狠手，但司马懿确实过得战战兢兢啊。我们刚才讲到，司马懿最后时刻连嘴角都不抽动，这样子理由，这个都是历史记载。没错。那但也从侧面也印证一件事，就是司马懿这个人城府之深啊，他非常能忍啊，非常能忍。哦，他可能是中国版德川家康吧？好，那从历史来看，好像有这有对，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讲哈。到这里，司马懿的他作为人臣的部分呢，差不多就到这个位置了哈。接下来会发生一件惊天动地、非常血腥的事情，他如何跟曹爽来斗争，以及如何真正开创晋朝的家业啊。这个就是我们下一讲要来跟大家讲的故事了。最后我们做一点总结吧，哈，他的前半生其实可以这么说啊，他自身的能力非常突出，懂得把握时机。当然他也知道大老虎惹不起，所以他不去惹曹操，蛰伏等待时机啊。小老虎好掌控，所以曹丕、曹睿，甚至到了曹芳，他都有一定的可以掌控性哦。另外搭配的是当时士族政治的逐步的放大嘛。我们也知道曹丕的时期，为了跟士族妥协，推了9品官人法嘛。对，那是非常有名的啊，就完全是为了跟士族妥协。是，详细请看我们司徒思敏啊。那对他来讲啊，他也是实打实的功业，因为如果他顶不住诸葛亮，那他就灰飞烟灭，就像张合一样。我们必须讲，诸葛亮真的是厉害啊，真的是司马懿一生之大敌啊。但是差就差在他能熬，他能熬，非常能熬哦。所以这是这个呀，我觉得我可以用6个字形容司马懿。到了曹芳即位，这个60几岁的这个老人哦，叫做进退有度，但是呢，懂得吃福2字，真的非常厉害哦。好，那这就是关于司马懿啊如何呢初创业的故事啊。至于到底司马家还要花多少时间来夺得这个政权哦，这个故事还非常的长啊。我们今天呢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最后大家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然后最重要是加入我们的会员，可以让我们做得更好啊。那我们有更多的粮草可以继续做下去，但也欢迎大家可以透过绿界、微信、PayPal、支付宝、邮局给我们更多粮草，继续做出精彩节目。那我们再次谢谢王立本老师。好，谢谢学弟，谢谢大家。好，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期再相见喽，拜拜。拜拜。